这太危险了。我现在送你回家，回家之后我立刻上报杜承思。哎，于谦，证人我已经找到了，那儿就是案发现场。只要我带人过来搜，定能搜到证据。没用的，只有做好万全的准备，不然证据会蒸发，证人也会人间消失。你是不是已经做过什么了？总之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不能走。这个长兴侯府它不是一般的地方，这件事情一定要仔细筹划，绝对不能冲动的。怎么了？你一直这样吗？我怎么样？气人。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跟你生气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是我把问题想简单了。但是我现在刚刚把你给救出来，我总不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冒险吧？打仗都是要讲究一个方式方法的，不能这么硬碰硬。那不然这样，咱们俩联手，把这恶徒绳之以法，替那些枉死的女子报仇。你能相信我吗？行，我信你。保护好自己，我尽快回来。虽然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另有目的，但是我相信你是个做事情的好官。务必保证他没有任何危险。这是四姑娘吧？我记得玉儿成婚时，四姑娘还小呢，但那个时候就能看出来是个美人坯子。没想到，这出落得一年比一年美啊！侯夫人谬赞了，样貌乃是父母所赐，跟自身的努力无关。晚辈倒是觉得不值得一提。没想到四姑娘小小年纪如此通透啊！我真是打心眼里喜欢啊！母亲若是不嫌弃妹妹们扰了您的清静，就让她们再多陪您几日。好啊。儿子给母亲请安了。都坐坐坐坐。玉儿，怎么一脸倦色啊？昨夜你父亲又罚你练了剑。父亲对我严厉，也是为我好。哎，对了，几位妹妹昨晚睡得可还好啊？啊？挺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二姐最是心疼我们，老夫人您又如此和善，我倒是觉着住着比家中更舒心呢。我倒是睡得不太安稳。我认床。是吗？四姐姐倒是娇生惯养，这侯府的床不比伯府的好睡。晚上姐姐去看看，给你床上添点什么。啊，那几位妹妹先用膳。母亲，儿子先出去了。四姑娘，哦，我们什么都没说，案子也没说，世子，你先别怕，我没打算告发你们，而且我知道你要比那个安子心软也良善。昨天晚上勒我，我看你都没有使多少力气，所以我想，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早就不想干了，对不对？小人也没有法子，我只是一个下人，世子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得干什么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
以你们世子的脾性，你知道他这么大的秘密，他又能留你活多久？那我该怎么办呀？四姑娘，你能救我吗？救你可以，但你要先告诉我，昨夜我听你们说还有一个姑娘被关着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对，你得告诉我，她被关在哪里？这是妞妞的，你仔细看看，可别看错了。是我亲手给妞妞买的簪子，我怎么可能会看错了？妞妞在哪儿？啊？妞妞在哪儿啊？进去以后别被吓到。姑娘。5年以来，临安城中娘子失踪的案件共有15起，你怎可认定都是同一人所为，乃是连环作案呢？这是不是有些武断？这些失踪的女子，介于16至20之间，相貌姣好，且皆出身于小户或者是商户人家。我与龙蛋在探查中发现，他们最后出现的地点，皆汇聚在此处。长兴侯府，这是我们整理的线索，这里面的证言基本上都指向于同一个人——曹兴玉。甄大人，此刻你还觉得我武断吗？确有可疑，但这终究也只是推断，既无实证，是没有办法辨案侦查的。好，我还有旁的讹证，还有一名失踪的女子，名唤妞妞，她的发簪就在长兴侯府的后花园被找到了。眼线所言，她的尸首就埋在花园地下。线报可准，准不准的一查便知。等等，甄大人，你是还要拦着我吗？眼下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长兴侯府。我知道办理此案甚是艰险，因此我更需要你甄大人相助我一二。朝野上下皆唤你甄衡甄大人为天下文官典范，不畏强权，刚正不阿。若此刻你都迟疑，这天下恐怕再无人敢管了。此案一日不解，天下所有的女子便会多一日的风险，等不得了，甄大人。于大人莫急，我只是有一事想问。你问。长兴侯手握军权，掌卫营兵，南吴来犯之时曾有护国之功，你就不怕开罪于他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我有何惧？好，于司卫果然胆识过人，这右司终于来了个顶事的。走，我与你同行。姑娘，姑娘，她不会死了吧？姑娘，姑娘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有没有钥匙？有。别怕，别怕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列队！
头，快班集合完毕，头儿咱出发吧。出发！二牛，老夫吩咐你做的事情，侯爷，为何到今日还没做好？侯爷，侯爷，都城司传来消息，于七带着一大队人要来咱们府里搜查。你说什么？他要来我侯府搜查？这个姓于的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？他要搜查什么呀？说是什么要寻失踪的女子。逆子，你又干了什么好事儿？说呀！他就是个畜生。别怕，我从前日子过得苦，以为他是长兴侯世子，跟着他，哪怕没名分，也能享福。早知我就不该跟他回府里，就应该寻一条河跳下，小点声，死了干净，也不用受这般折磨。姑娘，放心，我会帮你的，我会帮你逃出这个魔窟。真的？我的姑奶奶，我带你来这儿已经是冒了天大的风险了，这外面都是守卫，怎么救他呀？若是被发现了，你我都性命不保了。你们都城司，好大的胆子呀！竟敢擅闯本府！我必在陛下面前参你们一个以下犯上、擅权之罪。侯爷，您要奏便奏吧。就算真的到了御前，甄某也只是依律行事。本侯掌卫迎宾，官至当朝一品，有一等侯爵爵位。你一个区区从四品的文官，不是以下犯上，是做什么？我都城司统管临安城治安，除了大内皇宫以外，临安城14街108坊皆归我都城司管辖治理。怎么，侯爷，您这府邸不在这个范围内吗？甄大人的嘴真是上天入地，不然我叫他来做什么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甄大人呀！你是管得真不上啊！即便归你都城司管，你现在也是无法无天，私闯民宅。侯爷还真是能屈能伸呀！这一会儿说是一品高官，一会儿又说这是民宅。我都城司既然来搜捕，定是因为此处发生了命案。这也许就是我的命，我不想再连累旁人。谁说的？难道你的命生下来就该被这恶人折磨吗？姑娘，你听我说，今日都城司的人会过来搜查的，到时候整个长兴侯府所有注意力都会在后花园。这个西院就算闹出动静，也不会有人觉察的。福禄，到时候你趁乱把池姑娘带到后门，我的丫鬟阿蛮会在那边接应的。我不行的。福禄，如今我们都是在一条船上，你也该放手一搏，为自己换一种活法，挣出一条生路来。姑娘，你看，捏碎以后会变成粉末，能让人昏睡。到时候你能用得上的。我们该走了，再晚守卫该起疑了。姑娘，都城司的人真的会来吗？会的。姑娘，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。记住，自救者天助之，自弃者天弃之，明白吗？走吧。侯爷，
在下最近一直在追查临安城女子失踪案。据证人所言，他们在失踪之前都与令郎有过接触。证人？哪个证人？啊，叫他出来，与本世子当面对质。没想到世子在呢，我要是把他给叫出来了，世子是要以强权威胁不成？就凭你一条不知真假的线报，就能污蔑我杀人了？哎，我可没有说世子杀人呐。难不成世子是心虚了，要主动认罪啊？荒唐！你们可有证据？如若没有证据，休想踏入侯府半步。证据自然是有的。此铜簪便是证据。证人还说了，你曹星玉嗜杀残暴，天理难容，不仅虐杀了数名女子，还将他们的尸首藏于侯府后花园。你这是……本侯是通情达理之人，今日我就让你们搜。但我有言在先，如若你们搜不出尸体，此事本侯绝不会就此罢休。请搜。怎么来了这么多官兵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甄大人，不喝点茶吗？感觉不对劲啊！这曹星玉竟然没有一丝慌乱之色。难道昨夜就被转移了？昨夜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大人，地下有东西！快！头疼死！下去之后，买一匹花布。我觉得你这办法好。大人，是棺材！开棺！有你们这把力气！大人，这棺木里……头，里边只有书。二位大人。此处不过是我掩埋书房废弃杂物的地方，哪儿来的尸体呀？
可别冤枉我这清白无辜的人呢。是我们消息有误，冒犯了侯爷。无妨，甄大人，本侯度量大，不和你计较。这就不计较了，其中肯定有猫腻，这尸体定还藏在府里。这我当然知道，可凡事都要讲证据。现在我们搜也搜了，若是再造次，他真的告到御前厅，我这都算违律。行了，今日先回去，从长计议。什么从长计议？你眼下要是走了，绝没有第二次机会。围就围了，算我的。哎，龙蛋，接着搜。是。阿牛。甄大人，不要欺人太甚，我长兴侯府容不得你们胡闹。来，送客。尔等莫要妨碍公务。逾期，不要太放肆。侯爷，若是世子当真清白，那您何必惧怕一只狗啊？笑话，本侯怎会怕一只狗？放狗！追！人愣着干什么？拉住他们！于七，你别乱来。带走。看住！是。头，尸体找了。全都对上了。将案犯曹兴玉押回都城司。是。等等，人不是我杀的，是他。出来，出来！安子，出来！哎，他是觉得我们长得特别像傻子吗？找个小厮来顶罪啊！你们凭什么说这人是我杀的？啊？就凭一条你们不知真假的线报？来，我问问你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小人叫安子。你家主子说，这些人都是你杀的。你就招了吧。我们侯府待你可不薄，替你讨了一房媳妇，还留了后啊。曹兴玉，你休要出言威胁。安子，你莫怕，一五一十的讲。现在此事牵扯甚广，我可面呈陛下，任凭他们是什么身份，也不敢动你家人分毫。你相信我。安子，抬起眼来，你全家3代都是我侯府的家奴，本侯的为人和实力你是知道的。今日你若犯了罪，本侯可以担保，绝不牵连你的家人，懂吗？是我杀的，他们都是我杀的。你可想清楚了，
现下要是承认了，日后想要反悔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我便是杀人凶手，是我鬼迷心窍、见色起意，那些姑娘都是我亲手杀死，是我将尸体扔到枯井里，与世子没有半点关系。侯爷，我求求您善待我的家人。侯爷，你肯认罪伏法，本侯甚是欣慰。放心，我定会善待你的家人。长兴侯，你敢当众灭口，简直是目无王法！本侯一向治家如治军，如今府中出现丧心病狂的恶奴，败坏我长兴侯府的名声，我便替你们都城司了结了他，不好吗？省得你们再开堂审案。按大周律，杀奴也是犯罪。甄大人，别以为这里只有你一个人懂法。无故杀奴确实是罪，可他犯了死罪，我父亲杀他有什么错吗？就算他犯了死罪，那也应该先上报官府，得到允准后方能处置。小小一个家奴杀便杀了，还轮到你都城司来批准吗？你若未请官，那便是违律。按大周律，未经官府而擅杀奴者，杖100。怎么，甄大人，你要打本侯的板子吗？你敢吗？我下官叨扰了，侯爷，请便。你们请便吧，本侯还有军务要处理，没有闲情雅致陪你们在这儿浪费时间。看什么看？给我滚回去！你拦着我做什么？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今日之目的不是来追究曹勇杀奴，是为了寻到这些尸体。现在尸体都在这儿摆着呢，一具都没少，已是死无对证啊！于四不会让他们死无对证的。这谁影响的你啊？你怎么现在性子毛毛躁躁的？还是太年轻了。不是这跟年轻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些姑娘都不是萧思杀的，她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，是二姐姐，不是曹星玉杀的。五妹妹还不算太笨，你早就知道啊，为什么不提醒我？我怎么提醒你？你一口一个姐夫，叫的那叫一个亲热。我提醒你，你能听吗？曹星月这么残忍，杀了这么多人，二姐姐她是否知情啊？二姐姐也知情，那她还特意邀我们去府上做客，她怎么能如此待我？虽然我们不是叶母亲生的，但我跟她最亲啊！谁放的张司的？他们见了那么多死人，吓得让都城司的人带着他们出府，难道我还能拦着不成？贱婢还敢跟我顶嘴！顶嘴！要不是我母亲平日里对你还算满意，我早就把你和那些贱女人一起都杀了！贱人！世子，看在老夫人的份上，滚！你打啊！杀啊！你除了打女人、杀女人，你还有胆量做什么？你老子打你，你就打我，你那么有种，怎么在他面前连屁都不敢放一个？你一个小门小户的贱人，还敢看不起我？当初你非要替你堂妹嫁给我的那股热乎劲儿呢？啊！你有今天，都是你自找的。
活该！你打死我好了，正好再给那都城司添条人命，看看有没有第二个案子为你背锅。杀了你！今日我先饶你一命，等这段风头过去了，我再取你贱命。夫人，夫人，你怎么样啊？这样的日子，我一天都不想再过了。夫人，我们逃吧。逃去哪儿啊？四姑娘走的时候同我说，她在后面的小巷里留了一顶小轿，就怕你想回去。你要是再不走，只怕真的会没命的。夫人，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，回家。我们回家，回家。老天真是不长眼，就这么白白放过了那个杀人恶魔。于四卫虽然是说要继续追查，但现在死无对证。怎么会死无对证呢？姑娘，你忘了池姑娘吗？当初你让我送她出城，她可感激了。只要姑娘你说一声，她可以来指认的呀。但她的日子太苦了，好不容易才逃出去。若是让她再去指认曹星玉，那她被拘禁多日的事情便会被传出去。一个姑娘家，让她以后可怎么活呀？岂不是逼她再去寻死一次？可若是她不出来指证，坏人就服不了法，她难道就能过得好吗？我明天再去看看她。苏姐姐，苏姐姐，这么晚了，她不会是过来找茬的吧？你先去看看。嗯。五姑娘，你干什么呀？苏姐姐，怎么了？二姐姐，江倩她回来了，现在正在祖母那儿呢。哎呀，倩儿啊，别再一直哭了，你得告诉祖母，大半夜的跑回娘家，到底怎么了？我可听说了，长兴侯府出人命了，死了好几个人呢。那可是人命官司啊，连累到世子了，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啊？他有那么一个只手遮天的父亲，人命官司算什么？捅破天也能给他补了。不是祖母苛责你，你们二人是夫妻啊，当荣辱与共啊。你家里一有事就往娘家跑，不行。有什么事儿跟母亲说，是不是跟世子吵架了，还是他欺负你了？这夫妻之间吵架动手那是常有的事。你问问你母亲，你嫁了人了，
你就不能太任性了啊！今儿晚上这么晚了，就歇下吧。明儿一早赶紧回去，给夫家赔个不是，就说祖母半夜病了，把你叫回来的。二姐姐，你既然已经逃回来了，就应该全部都说出来。是啊，二姐姐，你明知那侯府是狼我虎穴，还非要将我们姐妹引进去，你是何居心啊？今日当着祖母的面，你就明明白白的说出来。你给我闭嘴！什么狼我虎穴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。飘儿，你告诉祖母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？是曹香玉，她对四妹妹起了歹念。什么？世子对四姑娘有了歹念？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世子他什么样的姑娘没见过？你快给我回去！林嬷嬷，赶紧给他们送回贵房去。各位小姐，请回吧。倩儿啊，别哭了，是不是你也被蒙在鼓里，所以才气得跑回了娘家？我什么都知道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什么叫你都知道？我的天哪，倩儿，世子他打你呀！世子下手也太狠了，为何不早点回来说呢？早说，要我如何开口？母亲从小教导我，祖母日夜叮咛我是这伯府最出色的姑娘，家门兴衰全都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。自幼我便学习琴棋书画，持家管事，一刻不敢懈怠，就是为了一朝嫁入侯门，为自己和伯府争出个前程似锦。可结果呢？我样样都是照你说的做的，为什么会落入今天这步田地？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？嫁给曹香玉的4年2个月7天，我每一天都是活在地狱里，拳头、耳光、鞭子，样样我都受过。我求饶，没用的。后来我也反抗，他只会打得更加起劲。挨打挨多了，我发现有个方法最是管用，那就是像个死人一样，任由他打，不给他任何反应。你越麻木，他就越觉得无趣。大不了多久，他就去找新的乐子了。静儿不怕，母亲这就带人去长兴侯府，找他和离。胡闹！我要再不来，这个家就要翻天了。母亲，您怎么也不拦着他们点，任由他们胡来呀？看看他被打成什么样子了。二爷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你快看看咱们孩子吧，浑身上下打的没一块好肉了。这天底下还没有王法了吗？明天一早，咱们就去长兴侯府去找他和离。还真是没有王法了，明日就去找长兴侯讨个说法，到底要问问他那个龟儿子，为什么要如此欺负我们家倩儿？老二，你说的对，可不能再这么欺负倩儿了。这事要处置得当，这可是两家的关系啊。母亲，儿懂。你看我说了有什么用呢？啊！父亲，你以为曹秀玉为何会如此肆无忌惮？不过就是看中了我吴娘家可依，就算是被打成这样，您最后也不会去上门，虎头鹿养的说下几句。倩儿，
什么叫无家可依呀？啊，我们不是要去讨个说法吗？所以呢？人家是长兴侯，权力滔天，咱们东平伯府无力抗衡，所以只能先去讨个说法。所以你就要用我一身的伤，来为你安个个王老板！哎，你这个不孝女，忤逆顶撞！你干嘛？孩子都被打成这样了，难道回来还要挨你的打吗？自古女儿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。母亲，我是不会让他们合理的，您放心。辗转多少千万丈的红尘，清风徐来，几阵心也敢爱敢恨。问朝夕可曾见微光落地生根？奔波你我之间，开出天地情深。相识一笑望余生，千帆过尽是我们。若影随形，也感同永忘的心声。相逢一诺望余生，缘分眷留着青春。光阴似锦，与你同赴。